俄乌冲突现场，俄军装备的伊朗无人机开始全面发力，乌军将如何应对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据美国战区专栏报道，乌克兰南部的关键地区近日不断的受到一些由伊朗提供的萨赫德136自杀式无人机的攻击。乌克兰军队甚至还从水里捞上来了一架伊朗产的莫哈杰6中空长航时无人机，这是该型无人机在乌克兰战场上的首次亮相。在过去的几周里，俄军的猛攻清楚地表明了萨赫德136无人机数量正在增长。多个视频显示，许多萨赫德136无人机穿过乌克兰奥德萨市的领空。乌军声称摧毁了俄罗斯发射的6架萨赫德136自杀式无人机。据乌克兰的一位退役海军上尉称，萨赫德136无人机已经成功地袭击了奥德萨的乌克兰海军基地总部。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呢，也正在受到萨赫德136的直接威胁，包括那些远在乌克兰西部的目标，原来只有俄罗斯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才能抵达的目标，伊朗的无人机现在也能够飞到。而且这些伊朗无人机除了能够命中静止目标外，还可以寻找防空雷达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无人机将成为乌克兰民众恐惧的存在，他们将长期活跃在乌克兰的腹地，严重破坏乌军的作战组织能力。西方国家现在最头疼的事儿，就是如何为乌克兰提供所需要的防空系统，以帮助打击伊朗生产的自杀式无人机以及察打一体无人机的涌入。以色列时报透露，一家以色列国防公司将向乌克兰提供反无人机系统，因为传统的防空系统对付以低小慢为特征的伊朗无人机非常困难，而这些无人机因为非常廉价，在未来俄乌冲突的消耗战中，也将更严重地考验西方国家对乌军输出的耐心。问题是，对付伊朗向俄军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无人机，最好的手段是什么？而伊朗这些无人机到底都有些什么样的功能？乌克兰有没有办法通过西方之手来对付伊朗的无人机呢？首先，从我们目前知道的伊朗向俄罗斯提供的军用无人机的种类看，大概有这么3种类型。一个是个头比较小的无人侦察机，第二种呢是自杀式无人机，第三种就是尺寸重量相对比较大的察打一体无人机。那么侦察无人机可以说，无论是俄军还是乌军用的都比较多。乌军的侦察无人机大部分是从国外进口的。俄罗斯呢，能够生产一部分侦察无人机，但技术水平相对比较差。至于能够对付敌方雷达、通讯系统的反辐射无人机，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，过去呢都非常缺乏。攻击对方的雷达站、防空导弹阵地，更多的是要靠察打一体无人机或者是巡飞弹，以及呢机载的战术导弹。那么现在有了反辐射无人机，那么对付各种各样的辐射目标，可以说就得心应手了。而且它们的出现对防空武器系统的威胁可以说更大。至于察打一体无人机，乌军过去有优势，因为土耳其向他们大量的提供了 TB2，而俄军呢自己生产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数量非常有限，能够驾驭这些无人机的人员也不多。那么一旦伊朗向俄军大量提供察打一体无人机，就有可能大幅度改善俄军的战场侦察能力和精确打击能力，尤其是对付那些让俄军非常头疼的美国的海马斯火箭炮。过去海马斯火箭炮之所以在俄乌冲突中显得非常亮眼，是因为这种火箭炮射程远，要比俄军的火炮射程高1倍，而且机动性非常好，打击精度也很高，让俄军拿它没有办法。即使是派出航空兵来追杀他们，也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。那么现在俄军如果有了察打一体无人机，
并且装备数量比较大，那么海马斯的好日子恐怕就到头了。因为海马斯，你即使是机动性很好，再好能好过插大一体无人机吗？因为海马斯这种火箭炮的战场移动速度顶多是几十公里，而伊朗提供的插大一体无人机的飞行速度起码在150公里左右。可以说，海马斯无论怎么跑也跑不过无人机。而一旦被无人机，特别是插大一体无人机发现被锁定，那么你无论怎么机动，都无法躲避被击中的命运。俄乌冲突的结果不可能取决于1件、2件先进武器，但是不同的武器投入战场，仍然会对战斗的结局产生重要的影响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